纯原厂伊兰特恩能打赢改装的引爆 R 吗？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堂主撩车之伊兰特恩打卡全国赛道的第2篇。上一集我刚跑完北京的一车金港，而这一次我把目标定在了全中国第2条 F1 赛道——成都天府国际赛道。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啊，我是直到比赛的3天前才从别人的朋友圈知道成都赛道开放的消息的。我立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比赛的负责人，结果人家告诉我，一共246台车参赛，名额早就爆满了。要不是主办方摁着，分分钟突破300台。我们北京一车金港办赛道日，稀稀拉拉能有个7、8台车参赛就烧高香了。结果人家成都赛道一办赛道日，我的天，246台！西南地区的赛车氛围这么好的吗？但是都246台了，也不差再多我1台嘛，对不对？最后我软磨硬泡，搬出我全网账号有大几百万粉丝，并允诺一定隆重给成都赛道好好做宣传，主办方才勉强同意，强行给我加塞了一个169号的参赛名额。这波必须得感谢各位长久以来关注我的粉丝老爷们，同时呢，咱也必须言而有信，成都赛道的宣传视频马上送来。成都赛道好，成都赛道妙，成都赛道玩起来呱呱叫，拳打这赛宁赛，脚踢珠海 GIC， 2期工程建完，就连上赛都得顶礼膜拜。成都赛道就是这么的哇塞 ！Hold on， 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字啊，成都赛道就是棒棒。搞定了参赛名额之后呢，考虑到时间只有3天了，大板车发过去肯定来不及，小板车又太贵，而我的2位剪辑大人呢又都忙着剪片子，我只能自己一个人独自开车过去了，1800多公里，一人一马，浪迹天涯，着实是有一些孤独跟落寞。但是好在沿途的风景够美，壮士饥餐自助餐，笑谈可饮大可乐，让这份孤独跟落寞呢，这个好像更深刻了一些。伊兰特恩就像个孤勇者，默默陪着他的主人，追逐着人到中年有些不切实际的赛车梦。那个大哥跑来问我这车，说我多少钱买的？我说20多万。他说跑车呗，我说性能车。就那大哥，想不到我的伊兰特恩还能在这个高速服务区里面引起围观。可以吧？果然不错，没买错。到了成都简阳之后呢，一大早开完了车手会，结果等到划分组别的时候，我一台纯原厂啥都没改过的伊兰特恩，居然被划到了强手如云的 Turbo B 死亡组。理由是赛前有许多车手反映伊兰特恩太强了。我尼玛，我这大原厂车强啥呀？看看我的那些对手们，光 FL5 就有3台，那才一个个叫武装到了牙齿啊！比如其中红色的 FL5 Type R，光轮上马力拉出来就有332.9匹，黑色的涡轮86呢，轮上更是有355.3匹，而我的伊兰特恩呢，轮上马力只有可怜的237.5匹。虽然相对原厂276匹曲轴马力来说，这个动力的达成率是真的一点没有虚标，但是跟这些大哥们的改装车的马力比起来，那真是直线都能奔生吃啊！而差距更悬殊的还有轮胎，红色Type R的胎宽是惊人的315，黑色86是285，他们俩用的还都是抓地力更好的山东伟拓 V01R， 而我的伊兰特恩呢，只有245胎宽的原厂 PS4S， 等于是马力比人小，轮胎还没人宽。我这个大原厂车何德何能划到死亡 B 组啊？我一开始说不用拿奖，只是刷圈，那只是一句客套话呀，兄弟们，主办方你怎么能当真呢？真是。这个比赛一共为期2天，每天2节，每节25分钟，其中前3节是练习，不挂官方计时器，最后1节以最快圈定胜负，争夺各个组别的冠亚季军。但是意外来了，那2天早上居然连续都有大雾。兄弟们，你们看看这路，大雾有多严重？所以那2天的第1节都被取消了，等于每天只能跑1节了。而第1天仅有的1节练习赛呢，场上还状况不断，慢车扎堆，各种被挡，根本没有时间做干净的飞行圈。一会儿呢有车又冲出去了，一会儿呢又全场红旗了。最离谱的是有个赛道的装修工开着3轮车居然跑到了赛道里。这个人牛逼，他要过。
可以说整个川西北都乱成了一锅粥，车手们都看傻了，一时间赛道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有很多人可能对成都赛道的圈速没啥概念，那我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吧。截止目前得到的数据 ，GT3、GT4 跟 TCR 等等厂队的赛车圈速大概是在1分18秒5到1分30之间，而 CEC 的厂商杯、国家杯等等民间车队的2000组和1600组等等低组别的赛车呢，成绩大部分是在1分31到1分40之间，而民间车主自己改装的前驱街车呢，圈速肯定更低。比如说，我打听到 Rico 第一天跑的成绩是1分43秒多，而那台315胎宽的红色Type R，车主驾驶的圈速是1分42秒多。但是我的纯原厂伊兰特恩居然在第一天做到了1分41秒7，当时场上来围观的很多粉丝都惊呆了。当然了，你要说车子的硬实力，这台爆改的Type R肯定要比我伊兰特恩快的，但是可能是这个车主不太熟悉赛道，或者遇到了很多慢车。但是我呢，运气比较好，抓到了相对比较干净的一圈，要不然改装Type R没有任何理由会输给原厂的伊兰特恩的。其实我真正好奇的是，正赛里我能不能用纯原厂的伊兰特恩去战胜 Rico 驾驶的改装引爆 R？ 带着这个疑问呢，于是我专门找 Rico 去套了套近乎，看看他的车到底都改了些什么。找 Rico 那真的太简单了，穿着东北大棉袄长裤，脚踏 LV 祥云鞋，身穿潮牌飞行服，人群之中高谈阔论，时不时引发其他围观车友的一阵喝彩。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人称南派韩景峰就是他了。结果呢 Rico 的车改得更凶，看完我人都傻了，连涡轮都换了，进气是大冬菇，还做了个通风，等于进气直接吹的是冷空气，中冷，目测比板砖还厚。不要误会，我说的是板砖的宽度。而轮胎呢，这小子用的也是285的大宽胎，型号同样是山东伟兔 V01R。为了不蹭叶子板， Rico 还给自己的引爆 R 做了个手工宽体，同时呢，刹车、避震、大倾角也都做了相应的配套改装。而且这小子还贼狡猾，马力究竟刷到了多少，他始终遮遮掩掩不肯说。不过不说我就不知道了吗？早就有线人来报说 Rico 这车轮上马力就有350匹，简直凶残到家了。Rico 当时还让我千万保密，因为马上引爆 R 就要举办魔王赛，他知道我跟教主还有大舅哥关系好，怕我透露给他俩。放心吧，我这人嘴最严了，我绝对不会把你改了大涡轮还有手工宽体大宽胎的事儿说给他俩听的啊。Hello Rico 哥，哎 ，Hello 周云峰兄弟，那个首先我们要反过来看着我们的对，是帅吧，帅吧，超帅！我靠，我们 Yellow Racing 的车太屌了，我靠，又帅又能跑又能打。那么问题来了，你觉得你的引爆 R 能在这个赛道能跑多少？能干掉你的伊兰特恩。你的伊兰特恩是原厂，说实话，今天此时此刻干你是随随便便，但是这东西呢，它不能同日而语，对吧？对吧？但是干你伊兰特恩，你要考虑到车手的技术差距。不一定哦，小老弟。纯原厂，纯原厂，胎都没有，胎都没动。那你玩？OK，那我们就期待一下 Rico 的圈速，看我怎么拿捏他。引爆到底有多快？让你们看一下吧。不是引爆慢，是你慢，对吧？而经过2天的鏖战呢，最终这台引爆 R 的圈速呢定格在了1分41秒3，这个圈速能在成都天府赛道的车牙榜单里排到第8的位置，仅仅只比那台满改的红色Type R慢了2秒2而已。Rico 呢也毫无悬念的拿下了 Turbo A 的组别冠军。那么问题来了，我的纯原厂伊兰特恩究竟能不能战胜？这个战胜可能希望不大。那么假设伊兰特恩要输的话，大概要输多少呢？发个弹幕预测一波。接下来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Ladies and gentlemen， Hyundai 伊兰特恩飞行圈どうぞ。OK， 万众期待的伊兰特恩征战成都天府赛道的视频来了。大直道疯狂闪灯，主要是有些车手真的不看后视镜啊，我是真的被挡得人都麻了。1号弯的尾速186，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伊兰特恩的尾速甚至比我们跑 CEC 的序列式86还要快了4公里每小时。要知道那台车有足足270匹，但只有1080公斤，再次证明了涡轮大法就是好，韩国 PDK 传动效率就是屌。轻刹一脚冲进3号弯，前方
大事不妙，又有一台慢车呀，一西巴塞迪啊！不过这车看到我了，把弯心让给了我，没有造成什么影响。不愧是 BRZ 车主，让车意识明显比一般车主强很多。不过下次如果能走非赛车线让车就更棒了。前方7号弯，秘诀是胆子要大，我150的速度直接把车丢进去，随后直接开油。前驱车在这儿呢，后轮就一定会打滑，但你一定要克服恐惧，要油门焊死，才反而不会容易失控。8号弯呢是成都赛道最难但同时最抢时间的弯角，因为从这儿之后呢，后面就是一条上坡的大直道，这里一旦没过好，整条大直道就废了。前方的13号弯又出现了一台慢车，亲在西吧，不过还好，这个大哥也跟前面的那个 BRZ 一样晚刹车，也把弯心给我让了出来，所以也没耽误到什么。这儿的车友呢，其实人都挺好的，只是我呢，确实预判不了前车的动作，所以出于安全考虑，早就刹车进弯了。毕竟这儿尾速都快180了，如果万一他没有看到我，那就太危险了。16、17连续弯呢，是成都赛道最有挑战的弯角，你需要一边刹车一边转向。前驱车因为后轮暖不起来，在这里会又推又甩。紧接着一个大下坡之后呢，就进入了发车大直线，一圈也就跑完了。终于有一圈干净的了啊！西巴塞基啊，西巴塞基啊！最终冲线1分41秒18。纯原厂伊兰特恩在成都天府赛道的最终圈速是1分41秒18，这个圈速居然神奇的战胜了 Rico 驾驶的改装引爆 R， 简直让我难以置信。如果这个成绩放在 Turbo A 组别，那妥妥是组别冠军了。不过这个对比啊并不严谨，毕竟驾驶者不是同一个人，遇到的慢车呢也不一样，所以绝对不能简单的得出纯原厂伊兰特恩居然比爆改引爆 R 还要快的这个结论。我看过 Rico 的车载，他的车呢不管是弯速还是尾速都比我的车要更高，他的车呢肯定是要比我的车更快的，只是也许 Rico 并没有发挥出来这个车的真实的水平，或者是呢慢车太多了，没有抓到干净圈，要不然轮上300多匹，轮胎还要更好的引爆 R， 绝对没有任何理由会比纯原厂伊兰特恩还要更慢的。我呢很爱伊兰特恩，但是我绝对不会用这种拉踩别的车的方式来体现它的好。而我的伊兰特恩呢，在 Turbo B 的这个组别呢，刚好跟领奖台失之交臂，只排到了第4名。排我前面的3台车呢，分别是315胎宽，轮上337匹的 FL5， 还有改装程度都很高的思域跟涡轮 BRZ， 就没有办法。但是我做的这个圈速呢，确实让很多成都的本地网友都挺吃惊的，而且这个圈速还或多或少因为2台慢车的存在呢，让我不得不提前了刹车点。如果没有这2台慢车，能让我再抠一抠细节的话，纯原厂伊兰特恩在成都赛道跑进1分40，那简直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另外呢，我跑完比赛之后还发现了一个诡异的事儿，这个车的轮胎的侧面呢已经磨得完全看不见字儿了，这就是因为这个车原厂配了一个特别窄的轮毂，导致包不住这个轮胎，加上原厂的轮胎呢它没有任何的倾角，因此过弯的时候呢都没有办法用正常的胎肩来过弯，而是要用到抓地力特别不好的纯胎侧来过弯。如果这个车配的轮毂宽度合适，哪怕其他东西都不动，圈速都能立马快不少的。就很遗憾，只能期待以后简单改改之后再来成都刷新它的极限了。所以各位兄弟们，好不好奇它改装之后究竟能跑多快？这样吧，投币过1万，我一定立马重新买胎来刷爆成都的赛道。当然了，这个系列的视频投币越多，我改装就越猛，我争取去全国各个赛道跟当地的最速前驱车友好切磋切磋，好吧？那就等大家的投币了。那么 OK， 本期的堂主聊车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伊兰特恩刷湖南株洲不见不散，拜拜。